2026年7月20日，费绍尔辞去所有政务官及国会议员职务，并退出人民行动党。从总理公署接到电邮到辞职，前后仅1-2个月。今天我们不谈这个事件，我们来看看另一个人。时间倒回2023年7月17日，时任国会议长陈川仁与时任但宾尼集选区议员钟丽慧因婚外情双双辞职并退出人民行动党。两者相同的地方都是法律上未必构成犯罪，政治上却可能已经出局。两个议员同在马林百列，同因失当谢幕。今天这条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同样是失当，有人面对法院和刑罚，有人面对的是辞职和政治谢幕。你也可以先在评论区讨论一下，你觉得公职人员只要不违法就已经够了吗？新加坡对部长、议员、议长这些职位的要求有自己的一套行为准则，因为他们不只是做政策的人，他们自己就是制度信誉的一部分。公众把税交给政府，把权力交给公职人员，换来的不只是不要犯法，还包括不要让人怀疑你到底配不配继续握着这份权利。普通人的私生活只要不违法，法律通常不会介入，那是个人空间。但公职人员一旦出现失当行为，问题就不只停在私德。公众会开始问，你的判断力够不够？你的边界感够不够？你说的话还值不值得信？新加坡一直很强调清廉政府，这不是一句好听的话，而是治理资产。因为一旦这个形象受损，代价不是一条新闻过去就算了，而是大家对制度的信任会慢慢被磨掉。所以在新加坡，问责从来不只有法院这一条线，法院处理的是有没有违法，政府、国会、政党处理的是你还适不适合继续代表公众。费绍尔事件里提到的新加坡的防止骚扰法令，它是处理某些骚扰、威胁、侮辱或造成困扰的行为，严重时刑事后果可以包括罚款甚至监禁。但刑法从来不是拿来处理所有让人不舒服、失礼、轻浮或者判断失准的行为。刑法要问的是有没有具体法条，有没有足够证据，有没有达到刑事标准。所以警方说没有刑责，首先是在守住法治的一条线。国家不能因为舆论不满就把一个人硬塞进刑事程序。可很多人接着就会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是要辞职？因为政治问责问的不是能不能判刑，而是你还能不能继续持有公众托付的权利。一个公职人员，尤其是部长级人物，他在公开或私人互动中的分寸、判断、边界意识，本身就是职位要求的一部分。哪怕行为没有跨过刑事门槛，只要已经让上级、内阁或者公众觉得这个人的判断不符合职位标准，后果就可能是离任，而不是起诉。对普通人来说，如果我们要求所有失当都必须先定罪才能处理，那很多明显不适任的人会继续掌权。可如果我们反过来用政治不满去代替法律判断，那又会伤害法治本身。费绍尔事件刚好卡在这条界线上，法律没有定罪，政治却认为不能继续。这不是互相打架，而是两套标准各自运作。再看陈川仁事件，先说说婚外情。婚外情在一般情况下确实不是刑事犯罪，错的地方是他忽略了公职身份会改变一件事的性质。陈川仁当时不是普通公民，而是国会议长。议长这个职位不只是主持会议而已，他代表的是国会的权威、秩序和体面。钟丽慧也不是完全私人身份，他是议员，背后有选民托付，也有政党背书。于是同样一段私人关系放在普通人身上，主要可能是家庭伦理问题，可放在高位公职人员身上，公众就会追问更多公共层面的问题，有没有隐瞒，有没有破坏信任，判断力是否符合职位要求，行为会不会损害机构声誉。新加坡不是把所有道德问题都交给法律去管，陈川仁案没有走刑事路线，反而说明国家没有把失德自动等于犯罪。但政治体系会处理另一件事，当一个人的私德问题已经足以影响公众对其角色的信任，他还能不能继续留任，这就是政治责任。李显龙当时强调，辞职是为了维护政党声誉与个人操守。这句话其实很关键，它说明问责不只是针对个人错误，也是在向公众表明，职位再高，资历再深，只要行为明显不符合标准，
政党也不能装作没看见。在新加坡，某些私德问题虽然不触法，却足以终结政治生命。原因不是法律扩大了，而是公众信任本来就是职位的一部分。如果把这几个案子放在一起看看，那么就会发现，新加坡的公职问责不是一把尺量到底，而是至少有3层防线。第一层是刑事法律底线，易华人案就落在这一层。进入法院，经过审理，最后定罪和判刑，这种情况最清楚。有法条，有证据，有刑罚，违法就承担法律后果。第二层是机构纪律和内部处分，很多人会忽略这一层，但它其实很重要，因为制度不可能只有2种结果，不是完全没事，就是直接坐牢。对于议员、议长、部长这类职位，机构本身也要判断你的行为有没有损害职位尊严，影响履职，破坏规则。国会和政府体系都有各自的纪律工具，这一层处理的是组织能不能继续信任你在岗位上履职。第3层才是很多公众最容易误解，但其实最常见的一层，也就是政治操守红线。这里处理的不是刑事罪，而是适任性、观感、判断和信任。为什么新加坡会特别强调这一层？因为如果只有刑法，很多明显不适任的行为根本碰不到法律门槛。可如果完全没有守则和政治责任，公众又会觉得标准全靠感觉。所以成熟的治理不是把所有问题都交给法官，也不是全靠舆论审判，而是分层处理，用不同工具处理不同性质的问题。这样再回头看这3个案例就很清楚了。易华人案告诉你违法必究，陈川人案告诉你失德也可能失位，费绍尔案告诉你无刑责不等于无政治后果。他们不是互相冲突，而是共同组成一个问责闭环。当然，这套制度要让公众信服，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标准要尽量一致，程序要清楚，说明要足够透明。否则公众一定会问，为什么这个人要走，另一个人却没事？为什么这个行为算严重，那个行为却只是提醒？所以讨论政治问责，不能只停在该不该辞职，也要继续追问，规则是不是够明确，适用是不是够一致，解释是不是够充分。这才是法治社会里更成熟的讨论方式。你觉得哪一层最重要？是法律惩罚、内部纪律，还是政治辞职？也欢迎留言。在新加坡，法律是公职人员的底线，政治操守则是他们的生命线。费绍尔、陈川人、易华人表面上都是出事，但制度给他们的回应并不一样，因为问题性质本来就不同。我们作为公众，最需要避免的有2种极端，一种是没犯法就等于什么事都没有，另一种是我看不顺眼就一定该坐牢。更稳的看法是把问题拆开，先问有没有违法，再问还是不是任，最后再问制度有没有一致、公平、透明的执行。如果你认同这种讨论方式，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新加坡的政治问责是太严、刚好，还是还需要更清楚？如果你想看更多用普通人听得懂的方式拆解新加坡法律、公共处罚条例和本地争议案例，记得订阅频道。我们下集继续。